教了这么多观念，好像都还没教到实作。今天就来手把手带你们处理一句人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猫，欢迎回到音乐创作日常 ，AK 每个月做首歌找出能破千第6期，歌词的出生与完成。看长片版的有福了，后面有 Renzo 发出青蛙叫的彩蛋。现在是4世的下一篇嘛？我现在非常的苦恼，因为我完全看不懂我当初在写什么。因为这首歌呢，跟我们今年之前做的 Firecat 跟 Switch 一样，是2023年写的，已经是3年前了。我天哪，完全看不懂自己在写什么。好，那就让我仔细研究一下吧。现在是6月5号，我昨天不是说我看不太懂上书在说什么吗？于是我几乎把它重做了一遍。当然，主要旋律没什么变，那我现在做好了，对，花了1天的时间。我现在呢没有打算要录，因为我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做。首先是明天6月6号 ，Rescue 要发他的第一首歌，接下来是6月17，我应该会把这一首歌做完。那至于我等一下要干嘛呢？当时是第7期要讲，但因为我要 diss YouTube， 所以赶第8期再跟你们说。这个是我的晚餐：黄瓜、皮蛋、鸡排，依旧大量蔬菜，非常健康。好啦，因为这期是2023年做的，我也不知道给你们看什么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歌词的用点。好，这是我们内部文档，可以看到这边有所有人的歌，但是我的最多。与尽信书不如无书，这一句出自于孟子尽心下。孟子曰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成取而三策，仁者无敌于天下，以智人拔之不仁，何至于血之流处也？”这什么意思呢？尽信书就完全相信尚书，则不如没有尚书。吾与武成，他这边成打错，应该是成功的成，也是周武王成立功业的故事。我对于武成这一篇呢，只取2、3册。古代是用竹简，它是一根一根像席子那样子，那一根竹子就叫一册。仁者无敌于天下，以智人伐之不如人，何至于血之流处也？仁者既然是无敌的，那么用智人治不仁的殷商，怎么会让血把杵就是木杆飘起来呢？这边有2种解释，第一个是孟子原本的想法，就是他觉得武成夸大了，周武王不应该会让血飘起来，应该是一面倒的，因为周武王是最屌的。那这边呢，我觉得尚书其实没有夸大，因为什么呢？周武王其实不是智人，殷商也未必是智不仁。我举起一捧鲜血吞入腹，就是因为他不是智人，所以血飘起来了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这是呼应上面一句。孟子他们之所以会认为武王是人，就是因为历史是由胜者书写的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这句话来自于刘邦的《大风歌》，乍看之下很屌嘛。那我们来看原文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什么意思呢？大风刮来了，我很屌的平定天下，我荣归故乡，然后怎么样得到勇士去守卫边疆呢？OK， 就是一句废话。当做这其实有意义。刘邦看了秦始皇的车队后呢，感叹到大丈夫应如是，意思就是一个有理想的男人都会想要像这样威武。这2句神州帝王多如其，江畔霸王万事孤，这是来自于我的诗，是在咏项羽。我渡过乌江，这句呢是来自于项羽在乌江自刎嘛。那常有人觉得，如果那时候呢，项羽听了船夫的指示，渡过乌江，江东地势都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那这一生报国有万死，双鬓相人无再亲呢，是出自于陆游的《夜泊水春》。腰间羽箭九凋零，太息嫣然未勒明。老子犹堪绝大漠，诸君何至弃先庭？一生报国有万死，双鬓相人无再亲。寄取江湖泊船处，卧闻新燕落寒丁。意思就是我一生用以报国，万死不辞。双鬢相人，相人是指变白了，那无再亲，亲是黑色，也没办法让它再变黑了。就是我很忠诚。挑灯夜看醉里见，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的事情，是辛弃疾破阵子。醉里挑灯看见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旋翻沙渭城。沙场点秋兵，马作地离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身前身后名，可怜白发生啊。骑驴细语出剑门，来自于陆游的《剑门道中欲为语》。衣上征尘杂酒痕，其远游无处不销魂。此生何事诗人墨？骑驴细语出剑门，何当凯旋燕将士，3更雪压飞胡尘。这都是陆游的《长歌行》。这是来自哪里啊？最后2句就跟我歌词一模一样，这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凯旋，然后燕将士，然后晚上的雪压在城上，没了。待到阳场光复日，阳场就是上海。再看日白天清，这句话就是倒装青天白日，耶、现在是6月12，礼拜5早上，其实应该算礼拜4晚上啦。这是一个音档，因为我们会放一段歌来帮助我们好进拍，所以会有一段空白，我先把空白剪掉。好，剪掉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段歌。如果一个音轨它在不同的地方有歌词的话，我们就会一次录一个很长，然后中间有空格，那一样剪掉。后面说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有2个音轨，后面先不管，就拿前面这2个做示范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它丢过来，然后对照太鼓，这样就完成了初修。那我们现在要来玩精修。精修呢，就是仔细看太鼓的音轨的峰值，峰值在这里，那我们就要把它移过来一点，对齐到。好，那样就对齐到了。那把前面的空白裁掉。OK， 这样就是精修的第一步。
接下来是第二步，我们一句话里面会有好几个地方要对拍。其实准确来说是每一个字都要对拍，但是有一些字呢，因为中间有特别大的空格，所以特别好对拍。像这边就可以注意到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地方要对拍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太鼓没有很好对，太复杂了，所以我们拿这边一般的吉乐的地方来对。可以看到它在这边的话，它会稍微往后一点，那我们就往前一步，然后把它裁切，然后呢把它移到该去的地方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同样的把尾端的空白也消掉。然后这边尾端一样空白消掉，这样子就消完了。我觉得可以再多消一点。然后这边呢，可以注意到它有一点点偏。那么呢，我们就可以一样动一下，像是这里可以看到这边的坡几乎是没有声音的，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切。好，然后呢再找到有声音的峰值，就可以注意到要往前一点。那这边空白的地方消掉，这边拉过来，让它可以完美衔接。好，完成。这就是如何处理一句音档。OK， 各位，现在是52分，大概过了1小时。那所有的音轨呢，都已经照我刚刚列出来的方法精修完。那剩下的部分呢，就跟我们上期说的一样，就是剩下听。那我刚问了一下，明天 Racer 会帮我听，那我们就直接快转到明天。等，让我先吃晚餐。那么老规矩，工作完才能吃饭。OK， 晚餐，这是凉拌菜吧？是什么啊？有热狗、马铃薯、胡萝卜跟金针菇。非常健康。接下来是我跟 Renzo 的电话实录，这里我耍了一个智障，我用手机开扩音，然后用电脑接麦克风录，导致我们的音质非常炸裂，而且原本的音档非常长，所以我稍微剪裁了一下。喂，干嘛？干嘛？讲话啊！我已经在录了。有啊。你发出青蛙叫。好，有什么问题？上出了。很小。啊？很小。问题很小。你的声音超级爆炸的，问题很小。那啊？我蓝牙连。超炸的。好，问题很小，那究竟是有什么问题？你蓝色那个音的音轨。蓝色那个音轨是音乐的蓝色，音乐的蓝色还是人声的蓝色？没有，这样说好，以你13到16小节，我觉得可以做更立体。你是说音乐的蓝色还是那个人声的蓝色？这个人声那个13到16小节。嘶吼那边？没有，这边前面。13到16，嘶吼前那边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也丢到黄色音轨，是不是？爆音？你说回音那边哦，就是它不是有一个黄色的11号音轨吗？人声。对，就是丢到那个音轨可以吗？不知道，你改之后再看。改再看看。了解。那还有什么吗？就这样哦。前面第一句话可以调不同效果器。因为第一句话比较空，对不对？那边的没有，我把它当做一个铺陈。你可以用电话效果器或者可以带入的。因为第一句话那边乐器比较少嘛，所以可以这样子搞。尽信书不如无书，还是我把这样子，我把那个红色的部分丢到黄色的部分，因为它后面的下面那2个紫色本来就是类似电话效果嘛，那是你用的那个效果器，这是你新歌用的那个效果器啊，巴洛克那个你的新歌的回音就是用这个效果器。就把它载出了。没有啊，那本来就我做的，所以我直接存档了，然后就用了。当时我们讲到这边，因为提及 Renzo 的 Drum， 于是我们就开始讨论 Drum 以及 Rescue 的踏出第一步。关于这2首歌的曲折，我们会在之后的后日谈中提到，这也是同一个音档，现在放在下面这个音轨，敬请期待。总之，讨论这些东西让我没有录到 Renzo 的结论，我们就想说再演一次，结果又没有录到。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呢，这首歌很短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，太鼓用的不错，然后中间的戏腔有点睛之笔的效果，就这样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有什么问题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